改装房车第一天，今天我们第一步要弄的是这个指震板，用来隔音的。体验一下改装房车的乐趣。装修师傅笑出了声，有人免费帮忙干活，还这么开心是吗？这个得戴着手套弄，要不然就会粘得满手都是。这种指震板呢，也得贴那种没有什么异味、环保级别比较高的。 这指震板有没有用呢？这个是没有指震板的，这个是有指震板的。它等那些隔热乱七八糟的层都加上之后，这个隔音效果就更好。有些地方没贴东西，是为了预留顶部安装空调以及侧面安装房车专用窗户的位置。安上窗户就像这样。第二天 Round 2，我们就去搬了家的功夫，这个指震板这个小格已经贴完了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贴隔热棉。这个主要作用呢是保温隔热，看到这个厚度还是挺厚的，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锡纸。那个指震板呢前面也有一层锡纸，所以2层锡纸中间加的是这个隔热棉。我们测试一下它的隔音效果，什么都没有，加了指震板，加了隔音棉，还可以变成一首乐曲。 这个还真的挺管用，还可以。还我票票权。来检验一下药剂工的这个质量合不合格。说就像你很厉害一样。刚才已经贴了不少，剩下的就交给小哥来完成了。做这个保暖其实是挺麻烦，因为很多这种细小的地方啊，包括柱子里啊，都是很难塞保暖隔热的。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个保暖的效果如何？不好奇。你拆我台。 我们其实试过，现在房车里有空调，然后还有柴油暖风，基本上是可以保持在一个外面零下20度，里面零上20度。到时候我们这辆车改完也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保暖的性能，好厚好厚的。改装房车第3天，布线，带大家来看一下 B 型房车的电路布局是怎么样的。 Let's go！ 目前电工师傅已经把这个固定座都已经打上去了，非常的牢固。这个扎带呢，就是当时他把那个线走完之后，都会把它拉紧，这个线都会固定在这个上面。为什么没有走里面呢？这个不好调整，另一方面呢是容易会磨损这个线，而且缠线的时候也不好缠。像那个排风扇，这个到时候也会通过这个走线来给它通电，包括前面的那个空调、厕所的排风扇、睡觉这个地方的排风扇、电磁炉、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都做一个布垫。插座我们有4个，一个是工作区的，一个是厨房的，还有睡觉那个地方以及做饭的这个地方。顶上呢都会有灯，包括灯带和射灯，还有韦伯斯通柴油暖风系统，我们都会连上电。这里面呢，我们想有个小灯带，就拿东西时候方便一点。 房车改装第4天，今天灰好大，你看我头发乱吗？啊，继续布线。今天还好，今天我们主要缠那个布，是不是？对，电工师傅已经把这些线路全都码好了，这可是纯手工撸线，撸了整整2天呀，特别细致。你看，就是工人师傅很细心。对对对，跟我们一直拍肯定没有关系。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布线的细节。你看这根线，纯手工打造，根根分明。 像这个线呢，外面都缠了绒布垫布，这个布呢，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线的磨损。另一方面呢，它还可以保证这个线路的美观。虽然到最后这个电路会被镶嵌在板子里，不过他们做的这个还是挺细的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都把这个线捋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赞。不愧是自己买的车，我刚刚自己不小心踩到线，我都有点心疼。但其实这个线踩一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这些线都做了标签，都说明它是干嘛用的。细的基本上就是灯，像这种粗呢，就是像我们的冰箱啊、微波炉啊这一些。像这种线特别粗的，它就是连电池、连主护板之类的。像这个线的寿命一般是多久？没有什么寿命是吧？就主要是自己使用得当。对。这个线是什么？就与众不同的这个线。这个线是那个总开关的那边。你像我这种新手就缠得特别慢，而且还特别的费这个布。明明这么好缠，拳头竟然缠了这么久，是厉害！这怎么撕开啊？明明这么好撕，你为什么撕不掉？我们缠一根细线的功夫，师傅已经快弄完了，把这个线都捋得特别的直。这个东西不能缠太厚，对线不好，所以像师傅就把它缠得很薄，而且很快。就这样绕圈圈，那不就行了吗？我起码跟你比，应该是开了一个1.5倍速，然后那个师傅是3倍速，只有你0.5倍速。要不我帮你调吧？够了。 改装房车第5天，今天就要裁切房车了。最近13要太累了，所以今天他就在家休息。我过来看看我们的车，一个车厂里面大多都是大通的，很少有1微克的，因为贵。像这种铁工的活我肯定做不了，就只能交给专业的铁工师傅去做了。侧面是给房车开窗安窗户用的，今天裁掉了。
刚刚裁下来的板，这个就是房车的专用那种玻璃，它里面有纱帘和隐私帘2种功能，尺寸就刚刚好，可以放得下他们开的那个口。像车开口的这些地方，就是为了后面加一张床，方便这个床它可以连通过去。像顶上到时候也会开孔，用来放这个换气扇和空调。后面都已经裁了2个窗口。我们的车在外面干的已经差不多了，现在要开到这个厂子里面去进行后续的工序了。等它再从这里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房车了。这里相当于它的大学，去吧孩子，要成为有用的房车，加油，好好改造，重新做车。房车已经继续深造了，所以青山不改，日续长流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